在摆满蜡烛的桌前，巫师模样的老人将黑乌鸦放入玻璃罐中，随着一遍遍的咒语声，只见乌鸦瞬间腐烂，蜡烛熄灭。下一秒，巫师面前的玻璃上透出了一个小女孩的形象。就在此时，女主一把戳穿了巫师的伪装和骗人的把戏，并将他们交给了警察。原来，女主是一名幽灵猎手，也就是专门调查灵异事件的侦探。当时的英国刚经过世界大战的洗礼，大批人因战争死亡，很多死者的亲属无法接受现实，开始依托招魂师的帮助来获取内心的慰藉。虽然女主的心上人也在战争中身亡，但女主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，所以渐渐成为了警察的卧底，混入招魂现场，配合揭穿招魂师的把戏。一天，女主接待了一个有点特殊的访客罗伯特，他是一所寄宿学校的老师，这次来是想找女主协助调查3天前在学校发生的一起学生死亡案件，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有关小男孩鬼魂的灵异事件。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一个私人别墅，据说在别墅中曾发生过一起幼童谋杀案，而学生死亡的前一天找过校长，说他看见了这个被谋杀的小孩。女主对事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，罗伯特为了说服他，拿出了这所学校每年拍摄的全校合影。诡异的是，每张合影上都能拍到一个小男孩的鬼影，他应该就是建校前别墅中被谋杀的孩子。但女主仍然认定这是相机慢门出现的效果，而罗伯特可是有备而来。他听说女主有一段恐怖的童年记忆，这导致他患上了强迫遗忘症，便强调说这所学校的孩子有相当一部分都失去了家人，如果再被笼罩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中，未免就太过可怜了。这招确实起到了作用，同病相怜的童年生活触动了女主，于是她决定跟随罗伯特去这所中学调查。到达学校，学校的护工莫德看起来非常奇怪，他好像对女主的到来非常激动，又在极力掩饰这种情绪。女主进入房子，似乎对里面的装潢非常的熟悉，没有多想便迅速展开调查。她在台阶上发现了一枚玩具熊的眼睛。来到教室，一个同学说他看见过那个鬼魂，面部扭曲，非常恐怖。女主若有所思，接下来开始布置她的陷阱道具。夜晚铃声响起，看来有人踩中了她布置的陷阱。女主顺着沾着白粉的脚印追过来，在储物室里找到了一个白色的面罩，她断定闹鬼是同学们的恶作剧。第二天就用化学变色的方法找到了昨天扮鬼的小孩，而通过调查，之前小孩的死还可能和他的拉丁语老师有关。当天这个老师曾关了死者的禁闭，最后导致小孩被吓死。拉丁语老师无奈地承认了确有此事，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会这么脆弱。似乎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，孩子们也迎来了假期。临走前，女主到湖边散心，却被一股神秘力量拽入水中，还好罗伯特及时发现并救了她。这件事后，女主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，她不断告诫自己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。此时几乎所有孩子都已经陆续离校，只有一个叫汤姆的小孩时刻跟随着护工。他说自己的父母远在亚洲，还要在学校留上很久。这个小汤姆似乎很喜欢和女主聊天。洗澡时，女主在墙壁的小洞中突然看到了一个扭曲的小孩面孔，女主紧跟着追了过去，结果发现了一个房子模型，里边的玩偶布置就是自己到学校来发生的每一件事的翻版，甚至有别人不可能知道的偷窥罗伯特洗澡的行为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怪事频发让他推翻了之前的结论，他决定重新展开调查。而在细致搜查整栋建筑的时候，女主却越发觉得自己似乎对这栋建筑过于熟悉了。她轻而易举地发现了通往暗室的地道，还总是能下意识地在黑暗中摸索到灯的开关。就在又一次感受到鬼魂来临时，她竟亲眼看到一个男人举着猎枪瞄准自己，可随即又消失了。她立刻去冲洗刚刚拍到的相片，然而让她惊恐的是，照片中就在刚才猎枪男的位置映现了一个小男孩的身影。这一瞬间，她所有的世界观都被击碎了。随后六神无主的她走向了小树林，但密林里巡视的工人却想趁机欺辱她，几番挣扎后反被女主用猎枪打死。随后女主跑回建筑里求助罗伯特，并提醒他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汤姆，以免吓坏孩子。
子，谁知罗伯特却说学校里的孩子都回家了，只有他们俩和护工莫德。这一刻，女主彻底懵了，脑海里闪现出了和小男孩接触的所有画面，然后像受到某种召唤一样走进之前发现的暗室，在里面她又看到了那个房子模型。这时小男孩也出现了，他承认了那个死去的小孩是看到他后被吓死的，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是否能被人看见，并且他告诉女主，之前我们就认识，你看到房子里的玩偶就会明白一切。原来这栋房子曾经就是女主的家。汤姆是父亲和仆人莫德生下的私生子，他们俩是一对同父异母的姐弟。事情被母亲发生后，两人大吵一架，父亲在争吵中狠心用猎枪杀了母亲，并满屋子的寻找女主，也想要杀掉她。幼小的女主躲进了壁橱里，发现汤姆竟然也躲在里面。不巧，此时女主手中的玩具响了，父亲顺着声音扣动了扳机，结果汤姆竟被误杀。发狂的父亲承受不了伤痛，也选择了自杀。时间过去了很久，房子变成了学校，而女主也逐渐将这件恐怖悲惨的往事尘封在了大脑深处。建筑里只留下了汤姆孤独的魂魄。很久以来，只有莫德陪伴着他，而莫德也一直在关注着女主，希望有机会能让女主重新回到这里。就在三人喝着酒回忆往事时，女主逐渐感到不对劲。原来莫德早在酒里下了毒，计划两人一起死去，这样就可以三个鬼魂永远在一起了。汤姆也哭着求女主能够留下来，但女主并不相似，她在恍惚中拥抱着汤姆，恳求他让自己活着。汤姆最终还是于心不忍，取出解药，忍痛把女主留在了人间。一番劫难后，女主和罗伯特之间产生了感情，并且她也敢于直面了自己的过去，而汤姆至此便消失不见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电影《觉醒》在2011年在英国上映，因为影片的情节和属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班牙的小岛惊魂，二者的女主都有着不信鬼怪的固执三观，最后又因为事实不得不做出改变，这同样也是影片的高潮。只是西班牙电影选择了同归于尽，而英国电影选择了向死而生。另外，片名《觉醒》里面包含了几层含义，不光是女主从童年的阴影中觉醒，也应该是多个人的觉醒。这里面包括汤姆，他一直很孤独，希望女主回来陪他，但是当女主快死了的时候，他突然觉醒，不应该自私的让女主留下陪他，他应该有权利选择新的生活，于是决定救她，放她走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皮皮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